What's the address, the emergency? Hello, my name is Harold Hipowicz. I'm in the Rocky Mountain Park. My wife had fallen from a rock bed on the north summit of Deer Mountain. 木看江面平如镜，遥观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刚刚大家听到的是2012年9月29日下午5点54分，美国科罗拉多州拉里莫尔县警局接到的一通报警电话。报警人声音急促，称他叫哈罗德，与妻子在落基山徒步时，妻子从悬崖顶部的一块岩石上掉了下去，跌到了9到12米的地方。 头部受伤，生命垂危，需要一个高山救援队和直升机来救援。事发地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国家公园的鹿山北峰，这里是徒步旅行爱好者最喜欢的地方之一。他们当时所在的地方海拔大概在3000米左右。事发突然，接线员不敢怠慢，赶紧指导哈罗德为妻子做紧急抢救、胸外按压，并指导哈罗德在事故地升起柴火，以便警员快速地找到他们。 因为事发突然，哈罗德告知接线员自己手机没有多少电了。在通话4分钟后，他就匆忙地挂断了电话。一般徒步的路线都比较偏僻，手机信号很差，周围也没有救援站。尽管报警电话是5点54分打的，但公园内的护林员和救援人员直到8点才抵达事故发生地。很遗憾。 哈罗德妻子此时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哈罗德告诉护林员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这里徒步，对线路不是很熟。护林员也发现，哈罗德的妻子并不是掉到了10米左右的地方，而是40米的悬崖。之后，哈罗德简单地向警方阐述了事发经过。他今年59岁，妻子名叫托尼，今年50岁。 当天是他和妻子结婚12周年纪念日，为了庆祝，他们早就计划好来落基山国家公园徒步。落基山徒步路线众多，一开始夫妻2人选择去熊湖，这是一条相对容易的线路，往返不到2公里，道路平坦，没有明显的海拔提升，半个小时就能走完，相当于一次优美的湖边散步。由于妻子的膝盖有伤，已经接受了3次手术，不太适合剧烈的运动，这条路正合适。 但是走了一段时间后，夫妻2人临时决定前往另一条路线——鹿山小径。这样的话就能避开拥挤的人群。但去往鹿山往返将近10公里，耗时3到4个小时，海拔从2700多米上升到3050米。虽然到达山顶后可以360度全方位地欣赏高山美景和大陆的分水岭，但是对于托尼来说，走蜿蜒的碎石小路和连续的上坡还是具有一定挑战的。 妻子很可能就是因此失足跌落的悬崖。哈罗德告诉警员，他当时走在前面，只顾着走路了。等他回头时，发现妻子已经没了踪影。他开始在路边来回寻找，大约找了15分钟后，才在一处悬崖下面找到了妻子。又花了30分钟才把妻子救上来。随后，警员问道：“托尼掉下悬崖时没有发出呼救声音吗？”哈罗德说：“没有。” 这就奇怪了，任何一个人掉下悬崖受到惊吓都会发出尖叫声，怎么会无声无息地掉下去呢？警方有点纳闷了。在意外发生的5天后，托尼的父母和哥哥从老家赶来参加女儿的追悼会。在追悼会上，托尼的父亲和哈罗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因为父亲想把托尼带回老家安葬，但哈罗德却自作主张地火化了妻子托尼。 托尼的父亲气愤地对哈罗德说：“你想掩盖证据，一定是你把托尼推下去的。”父亲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他们之前又存在着什么矛盾吗？我们先从哈罗德与托尼2人的婚姻说起。1999年，44岁的富商哈罗德和37岁的著名眼科医生托尼在网上相识。托尼是一个在事业上十分成功且自信的女性，她只想拥有一个充满爱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。 在遇见哈罗德后，托尼觉得哈罗德满足了他对婚姻的所有幻想，2人也在相识9个月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托尼也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因为他的朋友和家人都在密西西比州，托尼为了爱情远离家乡，搬到了丈夫居住的科罗拉多州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婚后生活还算甜蜜，2人在2005年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女儿海莉。可时间长了，托尼的父母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。夫妻2人总是缺钱，一家人似乎一直靠着女儿的收入在生活。
感觉到蛛丝马迹的父母隐隐觉得，也许女婿哈罗德并不是他说的那样是个有钱的富商。与此同时，哈罗德也正在让托尼远离他的家人和朋友。父母每次给女儿打电话的时候，哈罗德总是让托尼把电话打开免提，而母亲想问女儿为什么总是缺钱，以及哈罗德最近的工作时，托尼则闭口不谈。父母认为女儿找了一个表面富豪，实则吃软饭的女婿，这个女婿还试图控制住女儿，这让托尼的父母接受不了。他们一直试图说服女儿回到自己的身边，而就在女儿意外发生的4个月前，托尼也出过一次意外。2011年5月晚上10点，托尼清理家里边门廊附近的木头碎片，一块木头从门廊上掉了下来，正好砸中了他。托尼当场被砸晕了过去，等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医院。由于父母对哈罗德抱有偏见，他们还嘱咐女儿别再跟哈罗德过这种糟心的日子，回到父母身边。没想到仅仅4个月后，女儿没有回来，他们却来到了科罗拉多参加女儿的追悼会。虽然这只是托尼去世后的插曲，但另一边，负责事故调查的警方对这起意外确实有很多的疑虑。在警方看来，托尼的坠崖好像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事故。首先，警方觉得哈罗德的说法很有问题。正常人如果失足，一定会惊慌呼喊，可哈罗德却告诉警方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。其次，在对托尼进行尸检时，法医发现托尼身上没有因心肺复苏造成的擦伤或前肋骨骨折，同样没有人工呼吸的迹象，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哈罗德对他的妻子进行过心肺复苏。法医报告也显示，无法确定托尼是摔倒了还是被推了下去。第三，在案发那天，哈罗德与接线员短暂通话了4分钟后，因为手机马上没电，急忙挂断了电话。但警方调查他的通话记录后发现，在挂断电话后，哈罗德又拨打了22个电话，收发了98条短信，其中包括告知托尼弟弟姐姐发生了可怕的事故。显然，哈罗德的手机当时不至于电量不足。之后，他还给一位好友发送了短信，让他来事故发生地接自己。哈罗德清晰地指导朋友应该怎么走，并打算跟随朋友的车一起下山，似乎并没有沉浸在妻子意外的悲痛之中。他之前告诉护林员没来过这里，对道路不熟悉，但却能清晰地指导朋友开车的方向。种种迹象都表明这并不像是一场意外。警员又一次找到了哈罗德，询问事发时他正在做什么，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妻子掉下了悬崖。这次警员却得到了与第一次完全不同的答案。第一次哈罗德说只顾着走路，没有注意到已经落后的妻子，但这一次他改变了说辞。哈罗德说，他当时正在查看托尼手机里有没有办公室打来的电话，但在对托尼同事的询问中，却发现哈罗德在说谎。因为2人徒步那天，托尼把手机忘在了办公室。事故发生后，哈罗德伤心地给托尼同事打电话，说要取回托尼的手机。哈罗德为什么要说谎？接下来，警方调查了哈罗德的电话定位，发现在事故发生前，哈罗德曾来到过这里7、8次。更让警方毛骨悚然的是，在检查哈罗德当天开的汽车时，警员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地图，而在这张地图上被标注了一个地点，正是托尼跌落的地方。一连串无法解释的疑问都让警方觉得这起事故与哈罗德脱不了干系。但哈罗德对警员说，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，徒步也是2人为了庆祝结婚12周年纪念日，他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警方也充满了疑惑，出于情感，哈罗德的确不应该在这样的日子对妻子下手。那么哈罗德真的没有理由伤害自己的妻子吗？这个太好查了。警员很快查出，他曾在不久前为妻子买下了3份价值150万美元的保险和1份价值20万美元的年金。就在托尼去世前的1个月，哈罗德悄悄地把自己改为托尼保险的唯一受益人，也就是说，托尼意外去世，哈罗德将获得470万美元的赔付。这个案件并不复杂，看了视频开头，大家应该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。其实大家看到现在，案件才刚刚开始。
警方在调查托尼意外期间，走访了二人的许多亲属和朋友，得知了一个重要且恐怖的消息：托尼已经不是哈罗德第一个意外去世的妻子了。同时，警员也收到了16封匿名信，信中除了希望警方彻查托尼意外坠崖外，还恳请警方关注10多年前哈罗德前妻意外车祸案。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哈罗德的前妻名叫林恩，两人是大学相识，一路走进了婚姻的天堂。哈罗德不仅对林恩很体贴，对他的家人也很关心，是大家眼中的好丈夫、好男人。在他们结婚12周年的几个月后，1995年的5月6日，悲剧发生了。当晚，二人出去吃饭，哈罗德驾车沿着科罗拉多州塞达利亚附近的偏远高速公路行驶，突然车爆胎了。周围一片漆黑，他们不得不把车停在路边，重新换上新轮胎。这时，一辆车停在了路边，询问哈罗德需不需要帮助。哈罗德拒绝了。随后，他用2个千斤顶固定了车子。在拆卸轮胎时，一个刚拆下的轮胎螺丝滚到了车底下。哈罗德让妻子林恩帮忙去车底把螺丝取出来。就这样，林恩钻进了车下。哈罗德继续忙着把拆下的轮胎扔到后备箱。可就在此刻，车却突然从千斤顶上掉了下来，重重地砸在了林恩的身上。哈罗德开始在路边拦车寻求帮助，最后在路人的帮助下，林恩被紧急送到了医院。因为伤势太重，第二天早上，37岁的林恩没能走下手术台。警员找到了当时的调查报告，在事发的6天后，林恩就以意外事故结案。如今，警员再次回看当时的事故调查时，在现场拍摄的照片中发现了一些端倪。照片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汽车的尾部有一个脚印儿，很像是有人在那狠狠地踹了一脚，才造成车从千斤顶上滑落。但是当时警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，也没有人拿脚印与哈罗德的鞋印做对比。那么，哈罗德第一任妻子的死会是意外吗？警员时隔18年再次找到了当晚帮助哈罗德把林恩从车底拽出来的目击证人。还好，证人依旧记得当晚发生的一切。他告诉警方，当天晚上10点，他们一家人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哈罗德拦住了他们的车，请求帮助。全家人下了车，想把林恩从车底拽出来，但是哈罗德却在旁边大喊，让他们停下，不要碰林恩。但他们并没有停下，直接从车底救出了林恩，并进行了心肺复苏，试图让林恩重新恢复呼吸。晚上气温很低，林恩躺在地上，哈罗德没有说要把自己的衣服脱掉给林恩盖上，而是一名施救者脱下外套盖在了林恩的身上。当时的目击者就觉得这个男人很奇怪，警员也做了一个实验。轮胎的螺丝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根本不会大幅度滚动，不可能滚到车下。2起意外事故，2任妻子去世，哈罗德都是唯一在场的人，真的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吗？2004年的12月，林恩的死亡从意外改为了未定。在林恩去世后，当时警方从未质疑哈罗德的陈述，但案件重启调查后，警员发现林恩生前购买了多个人寿保险。因为林恩的去世，哈罗德总共获得了60万美元的赔付。1995年，60万美元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。哈罗德正是用着这笔钱以及与林恩的其他共有财产，过上了富商一般的生活。直到4年后遇到了第2任妻子托尼，与其结婚，然后故技重施。如果托尼的死也草草结案，哈罗德再次得手，也许还会有其他女性落入其编织的毒网之中。2014年的11月，哈罗德正式出庭受审。经过10个小时的审议，陪审团一致认为哈罗德犯有1级谋杀罪，被判处终身监禁。而他们的女儿海莉最后的抚养权判给了托尼弟弟一家。让人想不明白的是，林恩死后时隔17年，哈罗德把第2任妻子的骨灰与第1任妻子撒在了同一地点。2任妻子都是陪伴了哈罗德12年。林恩热情活泼，与他大学相识，可以说是非常纯真的爱情了。托尼事业有成，是一位独立且自信的女性，顶尖的眼科医生。她为了心中的完美爱情，远离家乡和亲人，却换来了香消玉殒的结局。
这张照片是哈罗德和托尼登山时照的，他们看起来是如此恩爱，但当时的托尼又怎会想到，在他们庆祝结婚12周年的日子里，她的丈夫正在计划着如何将她推下悬崖，如何让她死于一场意外，如何才能顺理成章地拿到470万美元的保险金。哈罗德灿烂笑容的背后隐藏着这么阴暗、见不得光的想法。那么，婚姻要怎么过，和谁过，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，甚至没有之一。希望本期视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